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。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 I have never felt this alive. You got my heart,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. Cause when I'm wit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。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。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。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来，小心烫。你看你的黑眼圈越来越像熊猫了，可是一点都不可爱。最近常常熬夜哈，所以我特地煮了这个补气养神的汤给你，趁热喝。怎么了？今天我见到你妈妈了。她去找你啊？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她就是不能接受我们在一起。你误会她了。她担心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照顾你，她还说，希望将来我们能够好好的在一起。真的吗？不信你打电话给她。所以你这个未来女婿过关了。妈，你昨天去找陈霞？你不要误会哦，我没有骂他哦。我知道，他有告诉我。我讲也讲过了，骂也骂过了，结果我越骂你就越坚持，不是妈妈要阻止你跟他在一起，是妈妈知道这条路不容易走，妈也不能够为你做些什么。你长大了，我也不可能整天唠叨你，我应该学会如何尊重孩子的选择。谢谢你啊，妈。幸福本来就是得来不易。我们会一直好好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知道啊，现在最近很多男生都喜欢画眼线，对不对啊？那男生呢要怎么画眼线才不会这么娘炮呢？那我今天就来教大家啦。我建议啊，男生用眼线笔的时候要选那种深咖啡色或者是深褐色的颜色。那千万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不要选这种液体状的眼线笔哦。所以你看这个你的睫毛这个部位，在这里呢，你就是上你的眼线。记得要画在里面，不是在外面哦。那画完了，你们看看，我知道差别不是很大。果然是百万主播，讲的话就是不一样哎。对呀，他每一次在直播里用的产品，第二天就会成为热搜冠军。不如我们问他有没有用过我们公司的产品，趁机打广告哎。对哦，快问！啊 ，JJ 问我有没有用过现在最流行优美彩妆新出的素颜霜？其实啊，实话说我是没有用过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最流行的东西呢，不代表是最好的，而且我是不会推荐我没用过的产品啦。那好吧，现在你懂了怎么画眼线，你也一定要知道怎么卸你的眼线啦。我们先由我们的
卸妆水。所以呢，大家到底有什么应对的方法？不如买一送一。现在很流行做整个 package， 我们还可以趁机推销化妆水3合1的配套。不然，多想几个活动，邀请化妆师，让消费者在街头直接体验化妆前后的差别。这可以延伸化妆比赛前后差异最大的消费者可以赢取礼物配套。不要再给我这些没有建设性的建议。我们现在要的是拯救公司的名誉，不是要推销过界的产品。John， 你有什么想法？不如直接找陈明帮忙推广产品，只要他试用后在直播说好用，一定可以挽回公司的名誉啊！哎，这个点子挺不错哎。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好主意。如果找陈明做推广，搞不好我们的销量又会往上冲。问题解决啦，那我们可以提早下班 Happy Hour。不准提早下班，问题还没有解除，No happy hour。我有没有用过现在最流行优美彩妆新出的素颜霜？其实啊，实话说我是没有用过，因为我觉得啊，最流行的东西呢，不代表是最好的，而且我是不会推荐我没用过的产品。什么最流行不代表最好，自己没有用过跟不上潮流，在那胡说八道。谁在胡说八道啊？你要吓死谁啊？我在跟你打招呼啊，怕成这样啊？做什么亏心事啦？你偷看人家的手机，我都还没有说你没礼貌。你找我干嘛啊？你不是说过没有用过我们公司的新产品吗？我现在就给你机会试用。我们公司不单只是化妆品，就连保养品也是品质保证，绝对安全使用。哦，原来是想和我合作啊！我找你，不代表我不行哦。你有什么企图？是不是想吃免费餐？我告诉你们，这种男人我见多了。不要以为我让你坐上这台车，就代表待会儿你可以跟我一起下车。我不是这么随随便便的女人，知道吧？你笑什么？哎，想跟我合作可以啊，不过我有条件的啊。你把这杯给喝了，我就考虑跟你们合作。我是无所谓的，我粉丝啊都个个留言说只用我用过的产品。怎么？怕了？怕了，我是不会勉强的。哦，哭了就不能合作了。这点小事难不倒我。我考虑清楚了，答案是 no。你说什么？我只是说考虑啊，没有说一定会合作。你这是华语太差，还是太容易相信人了啊？你真的以为你自己是大师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的产品就算没有你，也会卖得很好。
文玉，彩妆达人陈明那件事谈得怎样了？我决定不用他了。我觉得，其实他也只不过如此，外形普通，能走红大概是因为幸运吧。重点是，除了他之外，其实还有很多高流量的网红都在等着跟我们合作。你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 Bernard。你好，我是陈明，我今天来不是来踢馆的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你好。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邀请。刚才文玉还说你今天有可能不来了。他昨天表现得这么有诚意，我怎么忍心拒绝他呢？请坐。我希望之后会尽快联络你们。我很期望你的评价，也很期待接下来跟你的合作。有点事要先走了，其他的事情就交给 YY 了。好了，再见，拜拜。拜。说不来，结果又来，你是在玩我吗？哎，你这么说话，很容易让人家误会我们的关系的。休想和我扯上关系。我也不想。大师，你记得我们吗？我们在酒吧见过面。记得啊 ，Hello。那天在酒吧太暗看不清楚，哇，你真人的皮肤比在网络上看的还要好哎。你是怎么样保养的？你可以教我们吗？那当然可以啊，其实很简单的。你们除了要选对的护肤品啊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一颗快乐的心。脾气不好，气血不通，皮肤也会照样变糟糕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来，你们看啊，你们总监的肤色不太好，那就知道我说话没有在骗人喽，哦，对不对？拜拜。拜拜。你 OK 吗 ？OK。你很幼稚。我是配合你的。对了，我的皮肤不是很好，我得回去敷面膜了。哎。试用了吗？感觉如何？Oh my god, my god！ 这死变态！那在试用啦。死变态啊！拜拜。叔叔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试用产品啊。哎，干嘛还没睡啊？睡不着。睡不着就去数绵羊啊。不要。要不然你叫我化妆。在这个时间化妆，你想伤害你皮肤啊？哎，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很年轻哦，对你皮肤为所欲为哦。要不然你在用什么？我也要用。积累了吗？洗过脸啊，就要放一点化妆水。然后呢，涂一点精华液。然后按摩10分钟。10分钟？你要你皮肤啊像婴儿一样柔滑，就要有多一点温柔和耐心啊。那你帮我按。你的脚好点了吗？差不多好了。快好了，你还是叫玉婷伺候你。
你把自己当皇后，还是把人家当工人啊？哎呀，我们女人的事你不要管。哎呀，你小心啊，不要玩出火啊！哎，叔叔，嗯，你是化妆师，连你身边围绕着那么多漂亮的女人，为什么我都没有见过你交女朋友啊？不想交就不交喽。可是我听爹地说，你中学的时候有暗恋过一个女生，哎，你是不是受到什么挫折，有创伤，所以才不敢交女朋友啊？哎呀，你不要乱听你爹地说话啦。他是不是你的初恋？你们现在还有没有联络啊？按摩的时候不要说话，等下有中文不要怪我。讲来听一下。你刚洗的衣服我都已经帮你拿了。好，那待会见，拜拜。爹地，你忘了关灯啊？所以现在是怎样？让他睡一会儿吧。我睡着了，我原本只是要躺一下的。做了一整天的家务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医生说孕妇要多做运动。这么迟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今天晚上就在这里过夜吧，不要跑来跑去的。可是思远呢？没事的。你饿了吧？我帮你煮点东西。哎，比比，你听到没有？爹地回来了。傻瓜，他现在怎么可能听得见？再过了几个月就听得到啦。你希望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无所谓，最重要健康。那我们要为他取什么名字？还是要问过你爸妈？在想什么？过几天，我带你回我家。真的吗？
好哎，我一直都想去你老家看看。不过我必须提醒你，我妈她很固执。有你在，我不怕。反正我们一家人迟早都要见面的。感谢你的帮忙，我从来没有那么期待过看一位网络红人的直播。我在直播上只选用最好的产品，我也是试用之后才决定把你们公司的产品推荐给我的粉丝的。那今天的直播就麻烦您了，包在我身上。来，走。哎，彩妆达人 YY 怎么不说话？直播教化妆你也很在行啊？怎么啦？对我的直播有意见啊？那是你的直播，我能有什么意见呢？就是可能这个房间好像有点太闷了，可能有些人的口气太大了。啊，我也听说啊，头大的人呢很难呼吸新鲜的空气的，有可能头脑装了太多乱七八糟的细胞，对不对？我有一个 idea， 你们2位都是超过100万 followers 的直播主，如果只是搞一个单纯的推销，可能不够噱头。倒不如我们来一个 PK， 看谁在限定的时间内卖到最多的产品，好吗？YY， 你应该不会拒绝吧？有竞争才有进步，我不怕。我随时奉陪。好，就那么决定。要不要赌一把？赌什么？输的人帮对方做一件事。好，那我好好想一想，要你帮我做什么事。谁说你会赢啊？2位准备好了吗？加油 ！OK， 各位准备好喽，倒数5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Y。那今天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2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门的方法。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1分钟就可以快速出门的方法。那像我这种懒惰的人，我就需要这种法宝啦。上妆美白润色，保养1次就行啦。而且啊，它还有防水的效果哦，很厉害吧？那为什么需要防水啦？因为啊，我最近认识了一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女生。万一她桌上有一杯水啊，她很有可能会把水泼在我脸上哦。你们看，现在有防水效果的化妆品，可以保住男生的颜值。面子丢了没关系，颜值才是无价的。女人的天性是什么呢？女人的天性就是坚韧，忙工作、忙家庭、忙事业，甚至还要应付一些故意找你麻烦、小气又幼稚的男人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容易啊。可是这时候，有一瓶就能搞定面子的素颜霜，就是你最佳的选择啦。好的素颜霜能够凸显妆容的质感和色彩，最重要的是能够保护您的肌肤和妆感。我今天用的这些产品有这些效果，你今天买了吗？爱自己就要保护自己的肌肤，保护自己的肌肤呢，就要用我手上的这瓶素颜霜啦。所以你今天买了吗？还需要数吗？当然啊，你每次都骗我的。所以那个赌注你赢了。我如果输的话，你还收得到钱吗？没想到，当年连考试都不会作弊的姐姐，是不需要作弊。
今天沦落到要收买我来冲销量，有那么输不起吗？我输给谁都行，就是不能输给那个陈明。你跟他有仇啊？他是一个不知廉耻的人。不要提他了。你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我挺好的啊。所以你就住这里啊？哦。走吧，我上去陪你看看你房子。哎，姐，钱已经收到了，人呢你也看到了，你呢就应该回家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为什么这么急着赶我走？你不请我上去喝杯茶吗？不方便。为什么不方便啊？家里是不是躲这个人？女朋友吗？走，介绍我认识。拜托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，你还要查房啊？喂，我是你姐，走走走，少啰嗦。不方便就不方便。干嘛呢你 ？Hello。这世界还真小，我弟竟然是你的室友，我的敌人是你的小叔。No, I mean， 前小叔。如果不是东升叫我看直播抢产品，我都不知道原来你们是姐弟啊。其实为什么你非要跟陈明争个胜负啊？我没有啊，我只是看不惯他总是得意洋洋的样子。对了，我弟现在住你家，他的个性很冲动。要是他给你制造任何麻烦，你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不会，他很受我妈的欢迎，我妈家里大小事都要他帮忙，所以他没有制造麻烦，你不用担心。公司找的那几个网红拍的视频我都看过了，拍得很好，点击率也高，市场反应也好。你说的对的，公司是应该找个新的脸孔，开拓新的市场。你太夸奖了，我不随便称赞别人的。那我是不是应该觉得很荣幸？其实我之前也不知道，原来当总监的，不管做的任何决定，都必须考虑非常多事情。现在身在其位，才知道当初的你真的很不容易。我还有很多东西必须向你学习。你少跟我来这一套，我认识的文玉是不需要向我学习，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的。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之后的打算就是，以后再打算。什么？我难得可以放个长假，不要再问我有什么打算了。我只是想，像现在一样，偶尔发个呆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人总是有失意和疲倦的时候，也许就把它当成上天赐的长假，不需要勉强冲刺，也不需要努力加油，能够偶尔发个呆，也是一件幸福的事。哎，回来了。你跟我姐聊什么聊这么久啊？是不是说了我的坏话？对啊，她说了什么？他叫我看着你，所以从今天开始呢，我就是你的监护人。他要我每天盯着你，看你有没有做坏事。哦，那你可以盯紧一点啊。
你输了。啊，讨厌。唉，我妈又删了那些相亲对象的照片给我，让我看看到底是什么人。才不给你看。不看就不看，不看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人。你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我很好啊，我不抽烟，不喝酒，不赌博，还用情专一。你以后挑男朋友就应该选我这种男人。我又不喜欢小鲜肉。小鲜肉有什么不好啊？难道你真的要去跟那些大叔相亲啊？考虑一下要不要跟大叔相亲。考虑什么？你之前不是说很讨厌相亲的吗？你年纪还小，女人的事情你不懂的啦。你老是说我小，我不小了。那你有没有谈过恋爱呢？有没有喜欢的对象啊？被我说中了吧？你们在干嘛？女儿，我传给你的照片有看到吗？看到了。剧社明天需要开会，你要过来帮忙哦。啊，知道啦。哇，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？你喝酒啦？还是生病啦？发烧了吗？上火了，我煮凉茶给你喝。妈，我到了，你在哪里啊？你确定你走进来了吗？有没有跑错地方？我确定啊，这里不是只有一间餐厅吗？那你再往里面走。这个时间你怎么会在这里开会啊？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褐色西装外套的男人呢？啊，你在干什么啊？在干嘛？我叫你约人家出来，你就在那边拖拖拉拉的，所以呢，我只好出招喽。反正你人也到了，就跟人家聊一聊 ，OK？Enjoy，拜拜。哎，我妈跟你妈是剧社认识的朋友。是吗？我妈常在我面前提起你。你是化妆公司的高层，人聪明，个性好，长得又漂亮。你妈太客气了。我是美国留学回来的，现在在新加坡一家上市公司当 CEO， 住的是 Orchard Road 最高级的公寓，另外还有好几栋公寓用来收租。我这人做事向来都要有计划，不管是事业还是家庭，现在事业上的计划已经达标了，所以我想也该是时候考虑结婚的事。我听说你离过婚，也有个小孩，而且年龄也不小了。虽然不太符合我的计划和理想，但看在我妈的份上，还是会对这一次相亲保持开放的态度。不排斥我们可以先试着约会，但是如果关系确定了之后，说不定还可以结婚。虽然我的经济条件比你好，但是现在是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，结婚以后，我希望能够保持经济独立，自己的家人自己照顾。至于你的前夫还有你的女儿，我没有兴趣。还有，请你不要干涉我的私生活，尤其是我的工作，还有我的交友状况。Baby， 原来你在这。Baby， 这位大哥是谁？你认错人了吧 ？Baby， 上次是我不对，你生气可以打我骂我，不用跟别人来相亲气我，还假装不认识我，这样我也很难过的。对不起，我承认我是吃醋才会对你发牢骚，当你身边有太多对你献殷勤的人了，我会觉得不安的。不过我想清楚了，你说情侣之间最重要的是互相信任。我应该相信你，我也答应你以后不会干涉你交友自由。
就请这位大哥作证吧。大哥，他是你的男朋友，在搞什么东西啊？简直是在浪费我的时间，打乱我的计划。刚才真的谢谢你啊。You're welcome。我只是看不过眼那些不尊重女人的男人，难怪现在那么多单身女人。我真的认识你吗？我怎么想不起来啊？我以为我会在你心中留下印象，住在我心里的恐龙把我忘记了。哦，恐龙。我今天晚上叫恐龙。你知道你跟恐龙有什么分别吗？恐龙住在森林里，你住在我心里。想起来了吗？那天你喝醉了，我们就进了房间，你就……我真的对不起，我每一次一喝酒我就发酒疯，然后我就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了。你真的想不起来了？我每一次喝酒我就想不起自己做过什么。我应该没有做过什么奇怪的事哈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是不是要对我负责任？真的有啊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那天你喝醉了，然后就睡着了。啊。真的什么都没有发生哦。真的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那就好。你怎么那么容易相信人啊？啊？我很相信缘分，既然再见到你，想跟你做朋友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我也不会勉强。这是我的电话号码。哎呦，我的腰骨，我的腰骨！哎，喂！姚太，你找我啊？你说，我在听。丽娇，你这就不对了，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安排相亲？你女儿有男朋友了。男朋友？男朋友？我女儿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？刚刚跟我儿子碰面，她的男朋友就出现了。你知道当时我儿子有多尴尬吗？Sorry 啊，我女儿回来呢，我就问清楚。拜拜。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你几时交的男朋友啊？这么快就看开啦？来。你每天都在家出去约会，我们不会不知道的。该不会是找人假扮吧？你不是一直积极的要我去认识新的对象吗？还有你，我出去跟别人约会，找新的男朋友，又要向你报备啊？我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想通了。也对啦，现在新时代、新科技，爱情来得快，去得也快，按一个 delete 就可以重新再来啦。哎，你那个男朋友是怎样的人？那找男朋友呢，一定要找一个老老实实的。啊，不要，陈氏也是很老实。你就找一个你喜欢的、看得顺眼的，花一点的也 OK 啦。阿姨，玲玲不是那么随便的人。什么随便？你要看过野花、盆栽花，才知道什么是好花。她都没有承认自己有男朋友。姚太的儿子有看到啊。我们又没有看到。周末我女儿有男朋友，你好像很不开心啊。哎，我还没说完，那过2天呢，我就要去旅行了。哎，我知道啦。你帮我看住他，我知道了。
继续。看什么看？我还在生你的气。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有问过我吗？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告诉我，我有什么比不上他？经理，那单叫别人送，可以吗？不如我去，花你当经理，好吗？就像教练说的，名次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成绩，尤其是要打破自己的 record。因为真正的竞争对手永远是自己。能代表国家队比赛是一件很光荣的事。万一真的被选中的话，我们会努力迈向决赛的。那么目前初赛的名单出炉了吗？你们觉得备受重视的 Xavier 会是第一人选吗 ？Xavier 一下就来，你可以直接问他。你说的也是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的外卖到了。东升，真的是你，我还以为有人错人呢。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了。这位是？哦，他是你的前辈。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加入游泳队。哦，前辈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他是 David？ 你不认识东升，也应该听说过东升的事吧？东升跟 Xavier 是同期的选手，当年他破了纪录，又赢了金牌，又差点代表国家出征亚运。只是隔一年 ，Xavier 又破了他的纪录。那后来为什么没有出赛了？原来你跟 Xavier 是同期的泳坛新星。你好，我是明星体育报的记者 David。对不起啊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啊，张东胜，真的是你？好久没有你的消息啦，我还以为你离开新加坡了呢。抱歉啊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。哎，那么久没见，干嘛一见到我就走啊？哎，现在在哪个泳队游泳啊？制服看起来还挺特别的。我现在是送外卖的，如果你想订餐的话，可以下载我们公司的 app。我走了。喂，你想干嘛？你怎么还是跟以前一样？因为怕输，因为怕失败，所以想一走了之。我跟你之间的比赛还没结束，3天之后，我们就在这里一决胜负。坚定你坚定的步伐，跟随你眼里的方向，只要能同行，不管多艰难，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，哪怕有过失落彷徨，就算时间走得匆忙，你依然是我心之所向，攀爬着最幸福的光芒。我们两个就在这浩瀚的星辰能够相认，你该信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，也经历了扰扰纷纷，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